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之前一集我们把人类大脑里的神经元简化成了一张人造神经元，最后再把它简化成了一个数学模型。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神经元可以把它搭建成哪些有用的神经网络。就如同一个砖块，它可以搭成猪圈，也可以砌成围墙，也可以造成平房，那么你也可以把它造成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如果砖足够多你的技术也足够好，你甚至可以搭出一个小镇出来。当然了，几百万块砖哗啦扔下来，它不会自动变成一个小镇。所以无论你想用砖来造什么，你都需要设计蓝图，也就是这些砖之间的位置结构，也就叫做结构。就比如说墙，那么砖就是这样一样垒起来的，那么这个就是结构。所以只有这样你才能造出自己想要的一个建筑物，你需要砖之间的一个蓝图，一个结构。同样的道理，并不是一堆神经元放在一起它就会自动的变成一个神经网络，不同的神经网络会产生怎样的神奇效果，这就是80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努力研究想搞清楚的问题所在。故事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讲起。当时美国为了赢得战争，抢在德日之前造出原子弹，就启动了曼哈顿工程。为了应对曼哈顿工程里巨大的一个计算需求，约翰·冯诺依曼 John von Neumann 就采用了冯诺依曼结构的计算机，或者说他发明了冯诺依曼结构的计算机，听着有点别扭。那么什么是冯诺依曼结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用一句话说的话，就是计算机的存储和执行它是分开的。就比如说，虽然很多朋友并不是计算机专业的，但你肯定一定听说过内存和处理器两个概念吧？这个就是冯诺依曼结构。那么冯诺依曼结构，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计算机手机iPad 包括计算器都是冯诺依曼结构。那么今天冯诺依曼结构的计算机实际上已经是大放光彩了。但是同样是在二战尾声，连结主义就是 connectionism 也已经悄然生长。连结主义认为，计算和存储是可以同时在一个有结构的网络中实现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类的大脑。人类是既可以记忆，又可以想出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法的，还可以下达指令给手脚或者说肌肉去完成相应的一些动作。显然这三件事情都是由一个由神经细胞构成的网络大脑来完成的，这就和之前的冯诺依曼结构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连结主义 connectionism 的奠基人是谁？沃尔特·皮兹 Walter Pitts， 还记得这个人吗？就是我们在第一集 AI 简史中有专门提到过他。对，就是那个少年离家出走，最后一把火把自己的论文全部烧掉，46岁就死于酗酒肝硬化的天才悲剧人物皮兹。他就是我们之前一集介绍的神经元模型的建立者。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之前讲述 AI 历史和我们现在讲述的这个算法慢慢的就关联起来。再往后，1958年，作为心理学家的弗兰克·罗森布拉特 Frank Rosenblatt， 他就发明了感知机。那么感知机呢，也有翻译成感知器的，那么英文名称称之为 perceptron。当然，任何发明都是时代的一个产物，与其说是他发明了感知机，不如说罗森布拉特他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感知机。
它的感知机是世界上第一台能够自己学习的机器，那么基本上属于一个时代的开端了。这个发明就迅速的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兴趣，就追加了相当大量的一个投资。当时布拉特他特别坚定地认为他的造出来的这个感知机可以完成阅读并且理解人类的语言。然而对他自己来说也好，对整个行业来说，感知机的进一步的改进和应用最终证明是一个巨大的失败。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基于感知机原理的神经网络可以阅读可以理解，那么基本上已经是2020年之后的事情了，也就是布拉特他之后60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呢，当时罗森布拉特的一个失败，实际上就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整个 AI 寒冬的到来。从此以后就没有大的国家或者大的公司对神经网络感兴趣了，就变成了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的研究了。当然了，感知机到底是什么回事？是什么是感知机，对不对？有什么神奇之处？它是怎么学习的？那么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视频里为大家详细的讲解，还请大家加关注，不迷路啊！像所有的寒冬一样，冰雪覆盖下的是等待发芽的种子，它们的内部在悄无声息的变化，在一点点的积蓄着能量。1967年，日本神经学家、工程师甘利俊一 Shinichi Amari 把感知机串联起来，分成5队。就像小朋友早上做早操的时候，每一个班都排成一队，一共排了5队，然后再把每一队横向的首尾相连起来，这就是整个5层的感知机，然后再把它并联在一起，他们在一起来训练这个神经网络，于是它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多层感知机训练的人。那么英文呢就称之为 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 多层感知机。那么其实呢，多层感知机呢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简单的神经网络了。甘利俊一的这个多层感知机呢，已经可以做一些一些线性的分类的工作了。那么用一个2维的例子来举例的话，就这样子的。那么线性划分就是简单理解，就是线性划分，就是一条线可以把这2个种类就划分开。那么非线性划分就是需要一个曲线，那么才能把它划分开来的。下一个人工神经网络的突破，那么依然是日本人做出来的。那么毕竟是AI 的寒冬啊，美国人的寒冬，日本人就做了。所以日本人呢，在上世纪70、8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科技迅速发展的一个年代，也是日本动漫的黄金年代。也就是那个年代吧，奠定了我们今天全世界所有人对日本的一个刻板印象。有点扯远了，我们就说回这个日本人，他叫做福岛研邦 Kunihiko Fukushima，他的出生地呢其实是在台湾，1936年出生在台湾的。当时呢，台湾实质上是属于日战区，那么显然在战后呢，他就回到了日本本土。福岛邦彦最大的贡献是在1980年，发明了New Cognitron， 那么我们就不把它翻译成中文了，因为现在业界已经不再使用这个称呼了。现在业界就是我们 AI 人，做人工智能的人，就把它称之为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那么全世界玩卷积神经网络玩的最溜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杨丽坤。
大家听到这个名字的话，肯定以为他是一个华人或者华侨华裔啊，其实不是的，它的拉丁字母的拼写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它的名字是 Jan LeCun， 他是我们法兰西人，不过呢，他的大部分生涯呢，其实都是在美国度过的。他曾经在 AT&T 贝尔实验室，也在纽约大学教过书，还做过 Facebook 的人工智能研究室的主任。2018年呢，他获得了图灵奖。他的主要贡献其实就是 CNN 玩得溜，不是新闻机构的那个 CNN 呢，是神经网络的 CNN。他用卷积神经网络这种结构写出过非常多非常实用的一些程序。那比如说他写的一些银行支票上的手写的数字自动的去识别，那么也写过为医院写过一些 X 光图片自动识别上面的乳房癌的一些程序。那么这些程序呢都被广泛的使用。从全世界最擅长卷积神经网络的人的成就来看，大家也可以看出 CNN 卷积神经网络它最擅长的领域就是图像识别了。那么这种网络结构它最擅长的就是图像识别。比如说在安防领域使用非常广泛的人脸的面部识别，自动驾驶里面的车辆识别，路牌识别，无人机对地面建筑、军事人员的识别等等，用的基本上都是大部分吧，用的基本上都是卷积神经网络 CNN。那么 CNN 这个网络结构，事实上我们也会在未来几期里面做进一步的详细介绍。嘿嘿，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杨丽坤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还在惦记这个，这里实际上都已经是题外话了。那么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留言区留言，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我们在留言区解答这个神奇的问题。下一个要介绍的神经网络结构叫做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顾名思义，循环神经网络它会循环。那循环是什么意思吗？简单来说就是它把输入给神经网络以后，神经网络处理完以后，然后处理完以后的输出又再一次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输入，然后这样子不断的循环，就变成了一个循环神经网络。这有点像反刍动，比如说牛，它把草吃下去然后到胃里消化一下，然后再吐到嘴里面，再嚼一嚼，然后再吃下去消化，然后再吐出来，再嚼一下，再咽下去，然后如此的循环往复。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的循环网络，循环神经网络就有点类似这个反刍动物。循环神经网络呢，它擅长处理的是带有时序的数据，它就有先后的，这个数据是有先后的。那比如说语言，现在主播正在讲的这种语言，或者说是文字，那么大家很明显说话的时候是需要一个词一个词的咚说出来，对不对？写字的时候也是从左往右咚，然后把这个一个一个字的写出来。那么再比如说像打电子游戏，特别像超级马里奥，一种从一开始线性就直线的一直嘟一通到底的这样的游戏，那么就是有时序的这样子的数据都是 RNN 特别擅长的，也就是循环神经网络特别擅长的。循环神经网络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算法，部分原因呢是因为它和人类大脑中的神经网络实质上是非常相似的。那么早在1901年一战还没爆发，西班牙神经学家卡哈尔 Santiago Ramon y Cajal， 这样就是西班牙语，主播不会西班牙语所以这个发音不一定准。卡哈尔呢，他就在人脑中找到了这种循环神经网络的一个结构。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工神经网络问世以来，那么这个 RNN 就是循环神经网络，它就和人的这个
认知心理学、意识的产生，它都有着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那么还记得我们在之前第10集提到过的意识的循环处理理论吗？对，就是说在神经学家里面有那么一个派别，他认为意识是在人脑不断的循环处理一些外界输入的数据，以及整合了人脑中记忆的数据，它不断循环处理的时候产生的。所以循环神经网络实际上和意识它是会有蛮多的一些神秘的联系的。因为循环神经网络非常的强大，所以它就派生研究的人就会很多，它就派生了很多的变种，用来去适应不同的应用的需求和要求。所以而且同时呢，它也改进了一些之前的循环神经网络的一些缺点。那么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德国计算机科学家 Sepp Hochschenter， 那么他1997年发明的一个神经网络，名字叫做长短期记忆递归神经网络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 这种神经网络呢是循环神经网络大类里面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就不详细的来说了，那么之后呢，在整个算法章节我们都会单独开好几期视频来单独的去详细的介绍循环神经网络和长短期记忆递归神经网络，也就是 LSTM。 可见即使在 AI 的寒冬之中，世界对 AI 的研发从来没有停止过。当我们需要攀登一个更高的高峰的时候，那么我们必须得从脚下的这座山顶上先下去，才能去攀登更高的高峰。当我们想要打出更有力的一拳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先收回来拳头，积蓄我们的力量，等待时代的曙光。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太在意外部的杂音了，坚持干就行了。是的， AI 寒冬过后，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神经网络就是干生成式对抗网络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简称 GAN。 干这个网络呢是2014年被发明出来的，发明人是美国人伊恩·古德费洛 Ian Goodfellow。 那么这个兄弟呢非常年轻啊，他是1987年出生的，1987年啊，斯坦福大学的高材生，先后在谷歌、OpenAI、苹果公司工作。据说发明干网络的灵感是他在酒吧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产生的，不是在酒吧里和朋友干的时候产生的啊，是聊天。回去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想法编程实现了，于是呢就有了干网络。看来大家都应该常常去酒吧和朋友聊天喝酒啊，这样才能激发我们的灵感。干网络最大的应用呢，你一定听说过，就是深度伪造 Deep Fake。 它可以完全模仿一个人的动作、声音，生成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录像，就像现在屏幕上播放的金正恩录像，就是由一个非盈利组织 Represent Us 用干网络生成的伪造视频。 People are divided. Reporting districts are manipulated. Voting locations are closing, so millions can't vote. It's not hard for democracy to collapse. All you have to do is nothing. 当然了，它也可以用来做一些虚拟的明星啦、虚拟主持人啦、动画片啊、电影啊等等，也可以对老旧的黑白电影上色，提高分辨率等等。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科技在色情行业已经是炉火纯青了，想必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吧。
人类的欲望是一切美好的源泉，也是一切堕落的开端，可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但是地狱和天堂只取决于你的一念之间。那干网络是啥意思呢？是什么样子呢？顾名思义，生成式对抗网络就是有2个神经网络，一个神经网络负责生成假的图像和视频，另一个神经网络来判断这个生成的假的图像和视频是真的还是假的。于是在一遍遍的相互对抗的过程中，生成的视频就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寒冬之后，神经网络技术在不断的加速发展。2017年，对，2017年我们已经第3次提到了，就是那一篇划时代的论文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在本频道的第1集里面，主播就已经提到它了，而且给了它一个中文名字，叫做你所需要的全部就是注意力。大家可能会纳闷，为什么这篇学术论文会叫这个名字？我们先说说 attention， 也就是注意力。早在1953年，英国认知学家 Colin Cherry，他就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那么他把这个现象称之为鸡尾酒派对效应，意思是说呢，当人们处在一个鸡尾酒会的这样一个背景声音非常嘈杂的地方，你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你说话的人身上，你依然可以非常清楚地听清楚对方说了什么，而且可以理解对方说了什么。也就是说，人类它实质上是有一个注意力机制的。你只要把注意力放在哪里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背景的一些嘈杂的声音自动过滤掉。那么谷歌呢这篇文章呢，实际上就引入了类似的一个注意力机制。那么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让神经网络把不同时间、不同位置上输入给神经网络的数据相关联起来。这样讲比较抽象，我们就比如说一个例子，我们引用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来自小说《那个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么这句话本身是这样子的：你知道，这世间上很多不被接受的种子，都在不为知的角落开成了花。就是这么一句话。那么大家肯定很容易就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说这句话里面，角落离开成了花是最近的，但是它的意思并不是角落开成了花，而是在这个句子的前面，种子开成了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种子和开花这件事关联起来。做这件事的机制就叫做注意力机制。大家这样子可能就会更好理解一些什么是注意力机制。那么另外一方面，这篇文章为什么用了 all you need， 你所需要的全部这几个单词呢？这个的话就要说一下整个历史了。在注意力机制发明之前，最流行的处理自然语言的方法就是使用循环神经网络，像我们之前介绍过就是这个视频里面之前介绍过循环神经网络，那么也就是之前说的 RNN， 或者说呢，特别是这个循环神经网络的变种叫做 LSTM， 就是长短期记忆网络。但是呢，谷歌的工程师发现，有了注意力机制之后，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现了，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科学家发现他们不需要循环机制了。就是这个神经网络有了注意力机制以后，这个神经网络不需要用循环神经网络了，整个平铺直叙的一个神经网络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你所需要的全部就是注意力。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暗含的意思，就是循环神经网络不需要了，挺神奇一个事情。Transformer 模型没有相关的中文译名，
有直译把它翻成变换器模型的啊。主播觉得这个名字是真难听，为啥？甚至你可以叫变形金刚模型啊，对吧？至少这个名字还稍微好听一点，粉丝也多啊，是不是？好吧，我们在整个视频里面，我们就不讲它的中文名称了，直接叫它的英文名 Transformer 模型吧。这个模型呢，也是谷歌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出来的。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它是一个使用了注意力机制的神经网络架构。专门呢可以用来处理自然语言啦、视觉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个数据。这里呢我们更多使用把 Transformer 称之为模型，而不是一个神经网络结构。因为它的范围呢更大一点，它比神经网络结构这个范围更大，有点于类似，就比如说，你用砖头砌成了一种种类的墙，然后用各种不同种类的墙去组成了一个迷宫，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Transformer 模型里面实质上它是有各种不同的神经网络结构组成的，所以 Transformer 更多的是一个模型，或者说称之为一个架构。我们知道，自从有了 Transformer 模型 ，AI 就进入了快车道，各种应用也层出不穷。在前面呢好几期，实际上我们已经对这个做了一些讨论了。但是技术上的一些算法上的讨论呢，我们会在整个算法篇做更加详细的讲解，还请大家关注，不迷路哦。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就算法层面而言，未来人工智能的趋势是什么呢？唐代大诗人王之涣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要回答这个问题，主播还是觉得让我们先静下心来，搞清楚这些神经网络的算法和结构。梳理算法和结构的时候，慢慢的，相信你自然的就会领悟一些道理，看穿一些趋势。让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爬上巨人的肩膀，用自己的眼睛去眺望远方的灯塔吧。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见。